假如把一只风神翼龙扔进现代非洲草原，它能统治这里的天空吗？此刻你又破壳而出了，刚出壳的你翅膀展开就有1.5米，体重2公斤，比一只成年天鹅还大些。你抖了抖湿漉漉的翼膜，凭着刻在血里的本能，张开翅膀就要和太阳肩并肩。可你刚扇了2下，就一头栽倒在草地上。你搞不明白，明明翅膀没毛病，力气也没用错，为啥不能起飞？你搞不明白就对了。你的老家白垩纪空气比现在厚实得多，氧气也足，稳稳拖得住你。可现代这片天氧气太稀薄了，拖不住你这身骨架，就像一架想从4000米高原上飞起来的直升机离不了地。你折腾了整整1个钟头，才借着一阵突如其来的强风摇摇晃晃地飞起来。这是你这辈子第一次飞，也是6600万年来第一只风神翼龙越过现代地球的天空。飞起来的那一刻，你眼里的世界一下子清楚了。3公里外，一只蚂蚱在草叶上动了一下，你都看得清清楚楚。这双眼睛是顶级猎手的标配。你很快锁定了一只啃草的野兔，收起翅膀从50米一头扎下去，风在耳边炸开，转眼就飙到了每小时80公里。野兔到死都没反应过来，这一顿你吃得心满意足。可问题是，你太能吃了，刚咽下最后一口，恶意又翻上来。你这副身子是照着白垩纪那个遍地是肉的年代长的。那会儿草原上的小恐龙成群，你天天当自助餐吃，量大管饱。可到了今天，你得一天逮5回猎，才勉强供得上自己长身体。你还不知道，这只是苦日子的开头。而且这片草原上还藏着一个你基因里压根没存过的敌人。出生第7天，你正趴在金合欢树上晒太阳，头顶忽然传来一声尖利的啸叫，你本能的想飞，晚了。一只猛雕从背后扑了下来，这玩意是现代非洲最大的空中猎手，一展2.3米，一双爪子能捏碎羚羊的头骨，利爪狠狠抠进你的翼膜，撕开一道长长的口子。你疯了一样扑腾，带着它一头撞向树干，这一下撞得它松了爪，你趁机扭头，尖会狠狠啄向对方的翅膀，它惨叫一声，拖着伤翅逃了。你赢了，赢得满身是血。你也懵了，你的本能里从来没有记录过来自天上的危险，而那只猛雕让你记住了，在这片天上，你不是唯一的猎手。接下来的日子，你疯长，2年吃展就长到了5米。风神翼龙是地球史上长得最快的飞行动物之一，有多快？这么说吧，一只金雕长到2米要5年，而你5年能从一只天鹅那么大直接长成一架直升机。可这身惊人的长势成了催命的诅咒，它让你每天都奔波在填饱肚子的路上。野兔开始勉强够吃，后来连塞牙缝都不够，你只好把目标转向那些更大的猎物。你盯上了一群正在低头吃草的黑斑羚，从高处俯冲下去，可你的影子刚掠过草地，整群羚羊就像炸了窝，四散狂奔。你扑了个空，你不死心又拉起来追，这才发现这个世界的猎物比你老家的难缠太多了，他们群里养着专门放哨的，你刚一露头，警报就传遍了整个族群。你冲刺快是快，可耐力差得可怜，猎物才跑出几百米，你就追不动了。第一次，你对这片陌生的草原生出了一丝惬意。你常常一连3天一无所获，饿得眼前发黑。也就是在这样一个饿到极限的时候，你做出了改变你一生的尝试。一头落单的黑斑羚正在树荫下打盹，你没有像往常一样低空冲过去，你想起了那只猛雕是从高处从死角下手，你一口气爬升到了200米的高空，在那个高度，你几乎不用扇动翅膀。草原正午的地表被晒到70度，滚烫的空气一股股往上涌，像一只无形的手稳稳拖着你的翅膀。借着这股热气流，你能一动不动地在猎物头顶盘旋几个钟头，它却完全察觉不到。你死死盯着那头羚羊，从200米高笔直地砸了下去，羚羊到死都不知道杀机来自哪里。成了，这是你来到这个世界第一次靠自己的脑子而不是本能拿下一头大猎物。但你不知道的是，你刚刚做的这件事其实违背了你整个家族的天性。俯冲猎杀这种事，你的祖先可不会，是这片喂不饱你的现代草原硬生生把你逼成了从天而降的杀手。而这只是个开始，学会了俯冲，你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脉。你开始明白一件事，地面上那些张牙舞爪的家伙，狮子、猎狗，还有那些长角的巨兽，他们打来打去都是在地上，而你的战场在他们够不到的天上。从想通这一点起，你才真正长成了一个猎手。5岁那年，一展10米，体重200公斤，你决定去碰一碰150公斤的成年角马。在这片草原上，就连成群的狮子想拿下一头健壮的成年角马，都得围追堵截好几分钟，冒着被那对角顶穿、被后蹄踢碎头骨的风险，还时常空手而归。可你看着它，就像看着一顿摆好的饭。你一路升到1000米高空，像一枚下坠的导弹，直直砸下去，空气在耳边尖啸，速度冲到每小时130。角马听见风声，刚一抬头，那柄长矛似的尖喙已经贯穿了他的身体，从你收翅到角马倒地，整个过程
17秒，狮群要冒死搏斗几分钟的猎物，你从天上一捅就解决了。那一刻，这片草原第一次明白了一件事：你的杀戮根本不在他们的规则里。从那天起，整片草原都开始为你让路。猛雕躲进了更高的山里，再不敢在平原上空打转。羚羊群改了喝水的点，只在天最暗的清晨和黄昏才敢挨近水源，因为白天的天空是你的。就连狮子瞥见你掠过的影子，都会下意识地抬头戒备。地面的王向天空的王行了个注目礼，你什么都没做，只是活着。可仅仅是活着，就改写了整片草原的规矩。7岁，你长到了完全体，一展11米，体重230公斤，这是科学家从化石里复原出的风神翼龙成年身材。你站在地上，跟长颈鹿一般高，翅膀一张能盖住半个篮球场。到了这份上，这片大地上再没有任何一个活物能威胁到你，你成了真正的天空之王。当上了王，你才发现王的日子是空的，没有谁再敢挑战你，也就没有谁再配让你认真出一次手。你飞得越来越高，飞到空气稀薄的连你都喘不过气的地方。你是在找一个还能让你紧张一下的对手，找一个值得你俯冲下去的猎物。可天有多大，那份空就有多大。你低头，整片大地都在你脚下沉浮；你抬头，头顶只剩一望无际、空荡荡的蓝谷。那天正午，一架小型直升机正沿着草原的航线低空飞过，在你眼里，那不是什么人类的机器，只是一只样子古怪、声音聒噪、闯进了你这片空荡天空的陌生家伙。太久了，久到你几乎忘了被什么东西挑战回应是什么感觉。你没有半分犹豫，猛地拔到2000米高空，收翅，以每小时130的极限一头砸了下去，骨头和尖喙在撞上旋翼的一瞬被搅得粉碎。可就在同一瞬，旋翼也彻底失了控，打着旋往下坠。你残破的身子被爆炸的气浪掀飞，和燃烧的残骸一道，在空中划出一道惨烈的弧线，栽进了茫茫草原。直到最后，你都以为自己是去征服那最后一个闯入者的，其实那是这个世界对一个早就没有对手的王开的最后一个玩笑。你那一双独一无二的翅膀，让你飞得比任何生命都高都远，也让你比任何生命都更清楚地看见了那片天有多空。让你成为王的和让你撞向那架直升机的其实是同一样东西。而就在你坠落的同一片天空下，几千公里外，那座叫洛杉矶的城市上空，有另一双和你一模一样的翅膀，也在一遍遍地丈量着同样空旷的天。它来的那天，隐约看见了你，可你从来都不知道它的存在。两双本该相遇的翅膀飞了一声，谁也没能飞到谁的天空里。